好消息，我一个搞笑博主居然有客户找，带头打平，怎么能带头打平呢？坏消息，客户是调小宝，他们让我帮忙看看这次运动会准备的奖品。是啊，毕竟谁能拒绝在喝水的时候顺便练一下哥们儿偷鸡啊？这个围裙倒是很厚实，我就送给我妈做饭用了。我做增肌餐呢，给你爸。可我爸我已经送跳绳了，在我的鼓励下都开始锻炼身体了。可他洗完澡出来就给我骂，我后悔不该把浴巾也送给他。我这就练你。我觉得他找我是考虑周到的，最后给我生了个泳帽，比我带头躺平正在挨骂刚好用得上。带头打平，怎么能带头打平呢？我就想的是谁在我工位上放了个穿着内裤的老爷们屁股。我送的。没事，不是我怂，是抢劫公司台球赛，同时对我暴力开球，结果球没打开，暴力的啄我的屁股。所以主管送了我个男友力极强的 PP 抱枕，让我以后打球别再瞄准他的屁股。但我仔细一想，这东西不应该用在他身上吗？真别说这个 PP 抱枕发挥了大作用，不怕后拉杆碰到别人不说，就是碰到了还能揪出来的加速度。可我有时候觉得吧，这台球技术不能全靠后来的力度。最关键的是，后来我再去台球厅的时候，他们一见我都带上了抱枕屁股。咱就说现在这褪黑素能不能做的别这么有创意？我晚上饿了还以为是 QQ 糖，直接炫了一瓶，但我觉得这东西肯定没那么……我睡醒准备去上班的时候，发现已经是下午了。老板说给我打了50多个电话，为啥没给我叫醒？我一看手机，这不才26个遥控器。我跟老板说别着急，我 PPT 昨晚睡前就已经在电脑上都加热。这一觉睡得有点迷迷，再加上早上没吃东西，我看着公司有盘鸡蛋，就酷酷的炫了进去。就在我炫到最后一个的时候，老板说早上给大家点了麦咖啡15元现磨咖啡早餐。我一看又奶又浓的冰奶铁，搭配我最爱的大脆鸡扒麦满分，一个激动鸡蛋反刍卡在了嗓子里。4种咖啡，3种麦满分，随意搭配啊！你要不要？哎，别客气嘛，吃饱了是吧？吃早上来一口，满分。谁给我道具吃了？未嚼鸡蛋不消化，吃进啥样出来啥样，大个鸡蛋。但是看着我的 CT 直冒冷汗，说不出一句。可能他也在考虑人怎么下蛋这个医学难题。但我第二天还是把鸡蛋如数还了回去。当苏萌年底开始认真工作，那一定是不可能的。老板进门就跟考察的领导夸起来了，说我们网红员工年底还在刻苦学习备战项目。来，我看看。死定了！老板让我抓紧拿点坚果，跟领导坐下好好聊聊。年终奖杯要是搞丢了，我把你头拧下来。打开。好嘞。老板说我把他的狮子头给他。不错。好吃。来来这个。行了，不吃了。剩下我打包。搬家吧。哎。我就不该吃完把子肉来练这个空中瑜伽。我就往那绳子上一吊，瞬间感觉眼睛一酸，好像什么东西到嗓子眼儿了。我当时脑海里立刻浮现了一碗大米干饭、1块把子肉和2个荷包蛋，动作马上就变形了。我就好像那刚启动的电风扇，随着惯性就在空中甩起来了。教室里的同学还以为我偷摸课下练了什么高难度动作。
全围过来给我鼓掌。那瑜伽老师还问呢，周末表现的好不好呀？同学们也是毫不吝啬他们的夸赞，张开大嘴齐声说啊，那我可就抱了大歉了，我吐了，准确的说是喷了，随着惯性螺旋。同学们也是无语了，一句话都没说，因为跟他喊好的时候都张着嘴。后来我打扫的时候，就那个教室镜子上还挂着俩稀碎的荷包蛋。走的时候来俩学员报名，闻着味儿还问老师呢，说你们这是不是还管饭？我不信邪呀，我第二天又去了。我寻思怎么着也得把面子找回来吧。那我高低也是这网红学员，老师也说指着我给他当门面呢。今天他特意找了一批预报名学员过来旁听，我也特意没有粗犯，一上去动作也是非常规范。但没几分钟我就开始哭冒开了冷汗。我眼看老师从一个变成了俩，我又开启了风扇，我又空中在那旋转。老学员有经验了，全跑了。我眼前一黑，啥也不知道。后来老师发了个朋友圈，说家中有事儿，停业1周。我问他昨天咋了，为啥我醒了在医院呢？他说我昨天给他预报名的学员都吓傻了，都觉得空中瑜伽有生命危险。我说为啥？然后他给我发了张照片。身为200万的颜值搞笑博主，没想到会收到这么离谱的私信。有人要花重金邀请我去当他们的模特。我虽然颜值和身材都非常可以，但他要求我接受照片公开，最近少吃东西，穿好的衣服，还必须洗干净屁屁。我当时笑得都跌进地库里了。我给他一顿痛骂拉黑之后，就收到了闺蜜发来的消息。他问我是不是有人联系，我说是有联系，但绝不是人。他说那人是他同事，他以人格担保，让我抓紧同意。啊！我当晚特意找了个4川火锅，跟不能吃辣的闺蜜加深了一下我们的情谊。她当时感动的也是痛哭流涕。我说让我去拍这种东西，就相当于让他喝了这变态辣的锅底。拍！我靠！第二天我就去他单位狡辩了，我说我吃辣熬夜爆痘了，没有见人的勇气。没事没事，就在俺们医院拍。我说难道是想让我拍个 CT？ 他说不是，内外混合痔还在网络上有点影响力的我，正是他们刚上课苦苦寻找的痔疮案例啊。然后问我昨晚有没有洗干净屁屁。我还没来及反应，就被他拖进了病房里，换上了指定的衣服，签了个公开的协议，被人对准屁股架起了相机。他说今天不屁股给你搞定，脸也给你搞定，拍3张照，用贝弗汀 AI 诊断小程序就能快速检测了解痘痘等级。像我这种3级火山痘，就用贝弗汀的3号祛痘 CP 就能精准打击。如果是那种闭口或者红包痘，用1号或者2号 CP 就可以。祛痘千万记得要分级，不然浪费钱还容易烂脸，真的很晦气。然后他们主任说后悔没早点相遇。我简直是震惊肛肠科的重磅案例。后来闺蜜让我去他们医院复查，我进门看到科室门口一群人围观的宣传栏，我瞬间没了进去的勇气。但确实，那墙上挂的是我割掉痔疮前后的屁屁。公司停电，结果我跟客户蹲在了一个坑里。我一直纳闷，为啥准点下班会有种罪恶感？只要有同事在卷，那我一起身就会被打上摸鱼1天的标签。我就想知道前几天把人大楼都黑了的会人能不能来我们公司一趟，让我准点下个班啊！再这么卷下去，我真的要透支了。于是今天下班，我就准备和同事们拉了电闸，反对加班。正在和客户喝酒的老板，那一听公司停电了，买了一箱蜡烛就冲公司来了。干嘛去啊？不干了？怎么着？是一起祈祷吗？他说这一天加班就是为了今晚客户的项目，只要今晚能做出来，那每人奖金1万啊！我当时奔着电销就去了，我电闸一拉，立刻，这下真学着黑大楼了。我想趁黑赶紧溜了，可我有验房证啊！大门口脸撞到了个肉肉的东西，我打开闪光灯一看，我当时一个没忍住，就吐了。客户应该也是喝多了，那一看我吐，他也勾出来了，他奔着厕所就去了。等客户吐完回来，我摸黑找了2瓶饮料跟他道歉，只要一来电，马上加班赶项目。客户一看我炫了1瓶，他也开始炫了。可我怎么感觉这饮料不太对劲儿呢？过期了。把地脱了。我去厕所顺拖把的时候，就听到客户在隔壁宣泄，可我把拖把顺了好几遍，怎么公司越拖越有股酱香味呢？我打开手电筒一看，客户吐女厕所拖把池里了，我还得站到公司抹匀了。我这一紧张，那瓶过期的饮料也开始折腾。趁着公司黑没人发现，我就想先走厕所去，可我刚一蹲，
就感觉被一双有力的大手给拖住了。随后我就听到了一句：“有人。”我当时一个没忍住，直接就决堤了。那人急了，照着我安全带就给了一巴掌。我一害怕又没忍住。后来我们公司到点就催着下班了。下班！因为我们老板说再也不想有人拿翔告诉他的客户了。